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觉醒者的世界3，探索自己的天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，还没有看过觉醒者的世界的系列的话呢，欢迎你点击上面的链接来按照顺序来观看，可以帮助你更理解灵性觉醒的过程，以及它如何美妙的转化人的意识，以及扩张与世界合一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影片。在觉醒者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暂且逗留在这个世界的灵魂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渴望去帮助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知晓这个世界目前只是在扬升计划中的初期阶段，人的意识已经背道而行，离他们的神性越来越遥远，无论再怎么召唤，也已经改变不了他们封闭已久的力量。地球人就像被洗脑一般，真理在他们的眼里显得不可理喻，眼里只有焦虑于对生存基础的问题，而无暇去顾虑他们的精神世界。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如今的文明变得如此呢？是来自家族的业力呢？还是来自社会局限性的体制？从小的教育，所有的一切再平凡不过的事情，在觉醒者的眼里却显得不寻常，无法理解为何宇宙赐予灵魂的礼物，如今演变成人类需要劳逸性的付出，才有资格得到收获。甚至人类开始玩起占有的游戏，谁得到更多的财富资产才是人生的赢家。世界的资源越来越不平衡，富者越来越富，而穷者越来越穷。有些的人拥有了好几栋没人居住的别墅，而有些的人却面临流荡在街头的问题。艺术品的价值可以炒到可以解决上百户家庭的生存问题，甚至有些的人带着慈善的旗号，吞咽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人的基金。这些一直以来重复上演的社会现象，以前不以为然的事情，让我们想停下脚步去思考，为何每日在上演的事情，世人甚至包括自己，从没有任何的感触呢？世界的人都被欲望的诱惑迷失了自己原本神圣的意识，可怕的是自己也曾经深陷在其中。这让我想起与神对话里提到的，世界的问题，人类真的无法解决吗？只要我们选择，很多的事情只要在1天内就能够解决掉。但很可惜，目前人类的意识状态还停滞在我执，欲望让他们永远的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而无暇的关注世界周围的状态。当人内在无法富足的时候，他们就无法准备好给予这个世界。因此，觉醒者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们的物欲会慢慢减弱，因为他们看见那些利益对占有的欲望，只会让自己永远活在不满足的世界，而阻碍了自己安于内在。他们愿意终止心智的游戏，他们知晓人类能够活在地球，拥有丰富的资源，都是源于宇宙还有地球母亲的允许才能够达成的。他们不再忽视花草树木、动物和自己拥有的一切，感恩大自然的存在为人类贡献了一切，感恩科技为大家带来美好的生活，感恩自己可以生于这个世界去体验生命。爱也因此从他们的内在升起，这份爱不是源于亲情的爱、感情的爱或者友谊的爱，而是对地球的爱和生命的爱。这份爱让他们想要做出什么来回馈这个世界。当他们放下欲望，诚实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了。世人总是觉得只有一定的身价的富人才能够去帮助这个世界，觉得身为富人应该有责任去为这个世界贡献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帮助世界从来不是人类的责任，只有活得喜悦才是人类选择成为生命一部分的原因，也不是局限在你有多少的成就、身价来决定你是否有能力去付出。
而是纯粹带着无条件的爱的心态去对待。只要你是带着爱的，你会为你的付出感到喜悦。爱才是决定你如何在这个地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。但在这充满体制性的文明，人类的思想早已受到影响，他们的意识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网络，扩散全球。要从这个群体脱离并非容易，除非他们愿意放下所有的过往认知，回归于小孩般的状态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，想要探索。深陷在群体意识的人们早就已经思维僵化，局限在普遍的生存形式，而无法体会到自己的自身潜能。面对如此情况的灵魂才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，他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些年一直活着的我到底是谁。他们发现自己好像从没真正的活过。在他们选择离开群体，想要按照自己内在的指引去实践这一生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自己喜欢什么，自己热爱什么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不理解自己活着的意义，也不理解如何让自己快乐。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疲惫。在我们很小的年纪，世界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如何去走完这一生，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应付我们的生存问题。我们被告知我们的世界是不安全的，一旦没有按照他们所展现的方式走，我们就会面临种种的障碍，甚至死亡。所以人吓得听完所有被灌输的东西，甚至会对事情的情节标签好或坏的一面，拼尽全力把自己的人生拉向好的一面，而避免那个他所认为的坏的情节。但人的能力似乎没有那么的强大，他们无法控制事情的运转方式，事情总是无法按照他美好想象的方式运作，因此每个人都活得紧绷，生怕一不注意自己就跌入了不想要的情节。人被教导带着批判去面对自己的世界，他们总认为自己的世界不够好，不完整，以至于当他们面对不同的情节的时候感到很痛苦。从来没有人告诉自己要学会去接纳生命的一切，要顺着生命流动，而不是把生命当成敌人般看待。生命对人类的意义已经超乎了世俗能够理解的范围，它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，既不是他方，也不是对方，而是自己的反射。当我们抗拒生命的自然流动，我们就像在抗拒自己，不允许自己去体验某一部分的情节，因为我们深信这种情节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是一种不幸。当人类抗拒生命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抗拒自己的命运，抗拒自己的天性。我们不允许自己听见内在的声音，不允许自己接触我们的感受，久而久之，人会失去与心灵的连接，变成一台不允许感受喜悦，只能劳役于利益的机器。人不再懂得如何为自己活着，而是为利益生存。但天底下有哪个利益是真实的呢？这个世界就是一场梦，每个人都已经知晓他们的梦终有一日会结束，然后再转换到另一个梦。所以一位真正的存有是绝对不会对世界的任何利益有任何的执念，因为他们知晓一切只是暂时的体验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工具，帮助他们体验梦境，而不是人们该追求的最终目的。因此觉醒者，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醒梦者，他们开始关注体验本身，而不是追求结果。当人把意识专注在体验本身的时候，世界就变了。人不再因为环境的条件而束缚自己，而是开始懂得去选择要如何去执行自己想体验的一切，不再因为年龄、道德框架、社会底线、事业稳定等等的因素去拒绝自己尝试新的事物。他们不再害怕去开始或者是做出改变的选择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就是无限的存有，
他们愿意珍惜当下拥有的时刻，去体验他们想做的事情，不再执着结果。因为玩乐、体验新事物就是人类的天性。一个孩子不会想要一辈子都玩着同样的玩具，成人也是如此。当他们体验同样的人生，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开始觉得人生很无聊。但这个想法往往被压抑了，因为人们被告知，如此做的话，就会危害自己的生存，会失去所有的一切。但这是真的吗？我只知道一个从有到一无所有的人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依然有能力去创造另一个新的生活。他们从来没有得到或失去什么，只是人们会认为自己在失去，而无法去接纳一个崭新的未来。他们眷恋那些过去的时光，也不愿再面对当下，所以他们很痛苦，也不愿再去信任他们自己还有能够再去创造的能力，而是怪罪于自己的命运。当觉醒者看穿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领悟自己该走的方向了。他们不再执着于对或错的路，而是拥抱未知，融入体验生命本身。这就是体验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焦虑于找不到人生方向，是原因在于我们害怕失败，我们对结果抱持着固定的期待。因此当有任何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带着质疑和害怕的，因为我们认为每一个付出都必须带给自己一定的回馈才是正当的路。但体验生命的重点在于过程，而不是结果，不是吗？在我们想要去认识自己之前，在大家去寻找答案之前，可以先问问自己，我是为了得到利益呢，还是为了在此生能够认识自己才做出这个选择呢？觉醒者能够勇敢地做出选择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足够让他们活着一辈子的资源，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无论未来如何，他们还是有能力再去创造。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